欢迎来到按亲子书房练习曲的每周正念单元，我是你们的导览员。哇，不知不觉中，我们居然已经迎来了第27集，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整整180天，半年的时光了。今天这一集算是一个半年总结特辑，我们要一起回顾这段从崩溃边缘一步步走向自我觉察，好好照顾内在的真实教养历程。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会带大家破解完美父母的迷思，分享3个改变我跟孩子最深的实用方法，还会从大脑科学来告诉你为什么这真的有效。哦，对了，千万别忘了看到最后的温柔提醒哦，那里有准备给你的专属本周练习清单哦，保证非常实用。好，我们赶快开始吧。其实啊，你心里是不是有个大大的疑问，就是在教养这条路上，哪一个瞬间最让你觉得超有挫折感？为什么我们明明学了这么多正念技巧，看了好几叠的教养书，但只要一遇到孩子写作业在那边拖拖拉拉，或者是情绪失控在地上打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忍不住理智线断裂，大发雷霆呢？唉，请相信我，你绝对不孤单，这是一个非常真实而且让人很痛苦的共同经历，我真的深深的懂那种无力感。所以今天我们绝对不谈那些遥不可及的完美标准，我们要来超真实的面对这个情绪痛点。为了帮大家理清头绪，我们今天的地图非常明确，我们会从教养的现实面切入，接着深度解析3个核心方法：睡前感谢、呼吸缓冲，还有超实用的 CALM 策略。然后我们会看看背后的大脑科学，最后就是你可以马上开始的微行动。好的，那么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教养的现实，打破完美迷思。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黑诗诗学了正念，我就再也不会对小孩发火啦？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这半年的练习绝对不是要把我们变成一个毫无情绪波动、不会生气的神像，或者是所谓的完美家长，根本没有这回事。这其实是一场我们在每天接送小孩、应付工作压力，还要面对功课大战中实实在在进行的生存实验。其实正念真正的意义在于，当情绪的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你能找到一根定锚的绳索。你看，我们还是会遇到风暴啊，孩子也绝对还是会3不5时挑战我们的极限，对吧？但差别在于，我们不再那么容易被风暴给卷走了。这180天的亲身实践彻底证明了一件事，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消灭情绪，而是找到那个在混乱中能让我们稳住重心的锚。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2部分，睡前感谢的力量。这可是重塑爱与连结的秘密武器哦。你可能会想，这不就是个温馨的睡前故事时间吗？其实不止这样，它其实是在重新建立我们大脑的神经连结机制，用来对抗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某种预设程式。这个预设程式呢，在科学上叫做负面偏向。简单来说，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块魔鬼毡，对于今天谁惹我们生气啦，孩子哪里又做不好啦，这种负面经验它会抓得超级紧。但是呢，对于那些美好的快乐的事物，大脑却又像是不粘锅的铁氟龙一样，咻一下就滑过去了，完全留不住。不过透过每天晚上的睡前感恩，就算孩子只是简单的说一句谢谢妈妈这么爱我，我们就能很温柔地把这个负面偏向给翻转过来。感谢的重点真的不在于今天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是在于我们有意识地去确认彼此的连结，把那种我被爱着的感觉深深地刻在孩子的记忆深处。这就是最强大的正念力量。接着我们来到第3部分，将呼吸当作缓冲。这可以说是你的专属情绪紧急避难所。我们都知道，教养就像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马拉松，而觉察呼吸正是给我们这些累坏了的父母每天最简单却也最有效的救赎。请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项枯燥的功课来做哦。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当孩子无端大哭或者疯狂踩你底线的时候，你的大脑会瞬间进入一种战斗或逃跑的警戒模式。
如果平常没有练习的话，我们通常在短短的0.5秒内就会像动物一样反射性的爆炸，大吼出声。但是如果你学会了单纯的去观察你的呼吸，也就是去感觉凉凉的空气吸进鼻子里，然后温温的空气吐出来，就这么简单的动作，你就能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整整3秒钟的缓冲区。这珍贵的3秒钟足以让你看见自己现在胸口有多紧绷，让你有一点点余裕去选择你要怎么回应孩子，而不是直接被那种动物性的本能给拖着走。了解了缓冲区的概念之后，我们要进入第4部分，也是最实用的一环 CAOM 正念回应法。这是一套专门为了要解决现实生活中那些让人崩溃的真实冲突所特别设计的心灵导航地图。下一次当你的孩子又开始无极限的激怒你，当你感觉到那条理智线快要断裂的那个瞬间，请你在脑海里死死地抓住这4个英文字母 CALM。这4个看似简单的字母，将会是你安抚暴走情绪、找回内在平静的超级密码。来，我们用非常温和、缓慢的步调，一步一步来拆解它。第一步是 catch， 捕捉感受。你要先抓到自己的情绪，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现在感觉到有一把火正在烧起来，光是承认这一点，就能帮你从情绪的泥沼里稍微抽离出来。第二步是 anchor， 定锚呼吸，就像刚刚说的，深深吸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你的锚，它能防止你被情绪的风口浪给卷走。接着第3步是 look， 丰富的眼光，试着带着一点好奇心去看待眼前这个小半兽人，在心里问自己，他是不是其实很累了，还是他在学校遇到什么挫折了？当你发现他其实就只是一个还在努力学习的小孩时，我保证你的语气会奇迹般的软化下来。最后一步才是 mindfulness， 正念回应。经过前面3步的缓冲，你现在说出口的话将会是经过大脑选择的良性沟通，而不再是那种失控的反射动作了。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半信半疑地问，这真的有效吗？这26周的练习曲凭什么可以改变一整个家庭的气氛？别急，让我们进入第5部分，大脑科学与习惯的力量。我告诉你，这一切可是有着非常扎实的科学基础做后盾的。这背后最核心的原理叫做神经可塑性。简单说，我们的大脑是非常有弹性的，它可以透过我们不断的练习，长出新的神经连结，然后重新组织自己的运作方式。所以你想想，我们这半年来每天坚持的这些微小的正念时刻，绝对不是在浪费时间我们是在实实在在的，而且是物理上在重塑我们的大脑回路。这就像是在我们心灵的田地里面，每一天每一集都在持续的播下一颗又一颗新的种子。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概念，叫做正念番茄钟。你要记住一句话，持续远远胜过完美。身为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家长，你根本不需要强迫自己每天一定要完美的坐在那里打坐1个小时。相反地，只要在教养的夹缝中，比如说等微波炉的空档，给自己3分钟不完美的喘息空间就好。运用这种番茄钟式的短暂休息，日积月累下来，那个重塑大脑的效果真的是超级惊人的耶！就跟练钢琴一样嘛，一开始指法一定很生涩卡卡的，但只要持续练，就一定会看到进步。正念教养也是一门需要体感的艺术，持续做下去才是带来真正改变的唯一关键。好啦，终于来到了我在一开始答应过你们的温柔提醒时间，进入我们的第6部分，微行动，你的本周练习。我们要把前面说了这么多的丰富观念落地转化成这个礼拜你马上就可以轻松实践的微行动，正式启动专属于你的正念教养日常。这就是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本周练习，这里有3个超级简单的微行动，强烈邀请大家这周一起来试试看。第一，睡前感谢。
今天晚上睡觉前，就试着跟孩子互相表达一件感谢的事。就算孩子当下想不出来，也完全没关系，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让爱的感觉流动起来就好。第二，呼吸番茄钟。拿出你的手机，设定好计时器，每天给自己几段纯粹观察呼吸的3分钟。第三，捕捉情绪。下次当你感觉自己快要大爆炸的时候，我们不求多，只要试着做到 calm 的第一步，也就是 catch， 在心里偷偷承认一句，对，我现在超生气，只要能做到这样，就已经非常足够了。在我们进入尾声之前呢，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做个温暖的小小互动反思。请你在脑海里回想一下你最近在教养上感到最无力、最想放弃的那个挫折画面。现在，如果你试着把 CALM 里面的 L， 也就是 Look 套用进去，用一种更好奇、更风速的眼光去试着探讨孩子那个讨人厌的行为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隐藏的需求？当你转换视角后，你看待那个挫折瞬间的感受，会不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呢？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在下方的留言区写下你们的发现和感受，让我们一起用全新的视角，给那个曾经卡住的时刻一个充满正念的回应吧。说真的，教养这条路非常漫长，我们大多有自己的正职工作，每天都会面临各种疲惫和生活压力，但是我们选择了用正念温柔地把这些疲惫给稳稳接住。这180天的旅程绝对不只是一段单纯的分享内容而已，它更是我们为了要在混乱的日常中重新看见彼此纯真所付出的真心努力。希望能帮助大家找回属于你们家那独一无二的最和谐的节奏。各位爸爸妈妈，你们真的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咯。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这么疗愈的内容，想要继续好好照顾自己的内在，温柔地邀请你按下订阅 Ant 亲子书房练习曲频道，并且在下方留言跟我们互动。我是今天的导览员，让我们一起在教养的练习曲中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照顾好自己哦，我们下周见。